好，全球都不平静哦，包含了现在在红海这边哦，美军已经第3度的发动攻击，胡塞组织呢也发射了飞弹，击中了希腊的货轮哦。那这个美军是在16号的凌晨对于胡塞组织发动新一波的打击。那现在这个胡塞组织哦，他们反射这个反舰飞弹呢，虽然击中了货船啊，但所幸现在无人伤亡哦。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频频的对于这些商船呢有一些袭击的事情，现在拜登哦，他就这个拜登政府啊，就说要重新拟定全球特定的恐怖分子哦。其实本来在川普任内哦，本来就已经把胡塞组织认为是恐怖分子了，但是后来好像在这个拜登政府的时候，又把他从这样子的一个名单当中移除，现在又说哦，又要把他再放回来了。那因为呢，这个也门叛军这边让红海的不平静嘛，所以现在壳牌他们也宣布无限期暂停航运红海这边，所以就会影响到这边的石油的一些运输哦。那人家讲说，恐怕也会使得接下来全球的通膨哦，可能也会有一些连带的反应。那我们看到这个吉尔吉斯的前总理哦，他们讲说，现在发现到说有很多转由陆路货运来作为替代方案呢、在全球的不稳定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呢，现在有90%的全球海运面临到非常大的风险，因此呢，现在大家就开始要走这个中欧班列哦。他说，光是1月份的货运铁路的这些仓位已经被全部订满了，那几乎呢，这个早班期的这个订仓服务已经排到了1月31号了。那就是因为这个红海被封锁，所以反过来看到这个中欧班列变成了一个可以运输的一个机运哦。那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跟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呢，看起来现在他们就说。中国跟中亚还有欧洲的这些陆路的运输，现在必须打开，不能够再依靠只有这个中欧班列而已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超前性的一个倡议哦。那再来看到中国大陆去到了达沃斯，也让美国有一点吓一跳，因为说哇，这次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是由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来特别带队哦，率领了10位部长级的官员哦。人家就讲说哇，这感觉好像一个类似这个国事访问一般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哦，所以布林肯也很着急了。布林肯现在也说，哎，要赶紧安排要见到这个瑞士的总统啊，如果没有见到的话，恐怕会引发外界的批评哦。但是呢，布林肯也提到，他说没有安排与中国大陆的代表来见面。他说，这次可能在论坛期间哦，应该没有办法跟李强的代表团会面。但是李强感觉上见了非常多人，难道是李强不愿意见布林肯吗？所以在达沃斯这边也可以看到出这个中美方面的一个角力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拜登对内对外，感觉上面好像都有点焦头烂额哦。首先对内的话，我们刚刚提到川普哦，最新这个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初选开跑，那这个川普的得票率哦，在爱荷华州已经拿下了这个过半的得票率哦，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以51%的得票率创下了纪录。所以现在南韩呢也有动作，他们就说，很担心川普年底可能会胜选哦，所以他们提早跟美国开始讨论起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的议题啊。那再来，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风行者》这个电影啊，票房突破了1200万元。那当中的反派角色，这个大反派饰演美国总统的儿子，而且他的形容哦是说利用母亲的名声来经营犯罪事业，这样的一个剧情设定就让人家联想到拜登的儿子杭特的一个经历哦。那这个大导演呢，他其实也是讲得很这个带有玄机哦，他就说不该用现实事件来分析风行者的剧情哦，但是呢这个连结很有趣，当你创作一个虚构的作品的时候，你总是希望它能够扎根于一些可能的现实，所以感觉上面这个玄机好像也有一点好像带入杭特的这种意味哦。那对于拜登来说，对外战争也是一大问题哦。现在俄乌也还没和谈，然后以巴也还在打，纳坦雅胡好像也不太甩他。再来，红海的危机不断的扩大，甚至呢还有这个菲律宾、台海这些的问题哦，恐怕都是拜登接下来连任的很多关卡。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整体来说的中美全球的角力？中美全球角力会继续进行啦。问题就是说，谁的状况比较好？国内的部分政局稳不稳定？国外的部分那么对手有多少个？那这两个比较来讲的，美国今年要进入大选的，所以他在国内的要维持稳定还有拜登想要当选
都会这个缩限它在这个对外部的这个事务的处理上面的这个资源也好，还有它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自由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外部来讲的话，美国现在直接陷入2场国际战争。那么，而且这个尤其俄乌战争最近这个所有的这个金砖国家决定对美元下手，要取代美元这种霸权的地位所以美国不管内内外外，基本上都面临空前的挑战。那所以美中的这个冲突基本上美国现在起码跟他过去1-2年来比的话，它是处于比较劣势的。那中国大陆倒可以以逸待劳啦，就是变成的话，不管内外的话，内部比美国稳定，外部来讲的话，朋友比美国多。那所以就是说，这一场竞争会下去。那美国现在这个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和跟民主2党，因为美国总统大选面临摊牌，这个双方都是势在必得啦。那用的方式也都说实话，过去那种有点像现在民进党这种奥博很多，那就是把司法政治化，双方动用司法的力量那么都把对方的这个对手往这个司法的案件里面带。比如说共和党就把这个拜登在共和党里面，在众议院已经开始这个弹劾的调查。这个调查会随着这个选举的进行会在调查的这些公听会里面会暴露更多拜登跟他家族的这些丑闻。这个对拜登来讲是很难承受的。可是呢，民主党对川普有4个重罪案那而且现在在发动很多州取消川普能够参加共和党的初选的这个资格。那现在等美国的联邦法院怎么判？那如果说真的取消川普的这些竞选资格的话，你觉得川普的支持者会安然接受吗？这都是美国政治上过去从来没有的这个变数。那现在川普事实上在美国这个，也就是总统大选第1场初选，包括民主党，第2就是艾奥瓦的共和党初选，压倒性的胜利。他的后面的2个对手都紧追在后那艾奥瓦的这个初选，事实上川普根本就没有实力。他去的次数也不多，花的钱也有限，而且在过去进行了1-2个月的所谓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政见辩论川普根本不参加，他完全不参加，剩下就是那个什么这个 Nikki Haley 就是以前这个美国驻联合大使，还有这个 DeSantis 还有几个就2军型的人物辩论了半天那么川普根本不挂免战盘，一出手的话，川普就把他2个打了。在满地找牙，所以如果不出意外川普一定获得共和党的这个提名。那拜登的话就准备再跟川普再苦战一场吧。好，请教佘将军。首先我讲这个胡塞组织这是一个很大，全世界安全很大的一个隐忧了。因为美国跟英国虽然派出重兵，拿出飞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就好像是个癌症一样。他这个游击队高兴就来一发，不高兴再来一发。那问题是全球的商船都不敢再往下走，哪怕是你有护航。今天希腊这条轮船虽然被打没有死伤，但是你想想，做生意的人谁愿意冒这个险？第二个，这个中欧铁路你们没有办法取代海运的。海运一条货柜轮要装到多少铁路的半截？所以这个问题全球性，第一个物价会上涨。最严重的，为什么李强可以到欧洲去开会？很多工业产品不是一国自己全部做的，是各个国家的零件这个叫做生产链，大家合作的。现在你美国在围堵加海运，你像这是特斯拉为什么在德国厂2个礼拜不能开工，闭厂不能开工，零件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隐忧，俄乌战争造成很多美制的防空飞弹、轻武器流落到黑市里面去。今天阿拉伯世界加沙走廊的问题不解决，全世界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又会又起。你不信，我可以预言，英国将来就首当其冲，美国也有这些轻，你像刺针飞弹，装在一个提型箱子里面就可以带走了。到你机场打掉一架飞机就300-400人，打掉个 Airbus 可能500-600人，所以这个东西乱局是开始了。这个
航线一耽误，我跟你讲，民进党已经冻结了很久的油价、电价，跟着全世界物价上涨。你看好了，选举不要到520就开始上涨。我们的油价、电价，这两个一涨，我们的通货膨胀刹得了车吗？对，赖清德你能解决吗？他可以转移目标，而这是因为全世界航班受影响。对，又开始。事实上，我们贴补已经贴补很久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大家不要太乐观。我觉得世界大战已经差不多了，现在火头已经四起啊。恐怖分子在作乱，是不是美国会加重惩罚的力道？这个刀兵之灾啊，全球泛滥了。加上川普这个宝贝啊，You fire。他那种魄力了，他出兵是不要理由的。这个我预见未来世界不太平，不是恶淫耸拼。你看这些因素嘛，经济上造成贫穷，经济上造成贫富不均，经济上造成小国家难以生存，大国家的兼并行动就一定会更趁乱而行之。你围堵中国的形势跟中苏联合跟美国、英国联合起来的这个斗争，从经济战、科技战一直打到。最后，5年、10年以后就达到传统的热战。好，岳老师，我稍微强调一下哈，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力量，我不想叫他叛军啊，因为他确实蛮厉害的。它里面的话呢，这代表3重意义啊。首先的话呢，这个胡塞的话呢，他对于商船。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通通攻击的什么所造成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贸易的影响，它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尤其是加沙走廊的这种生存权啊。这个理由的话呢，是全世界穆斯林包含了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这个英美本身的部队在联合国的那个提案的时候，就11号开始攻击，现在已经攻击到第3次了嘛。这个今天是这个多少16号吧，对不对？17号的话，攻击3次以后呢，里面当中的话呢，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弃权，但是本身来讲都会那个张军啊，在联合国里面的那个中国代表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法案通过的是模棱两可。中国本身跟俄罗斯投弃权的目的是希望要能够了解因果关系啊，其实讲的就是加沙走廊啊，然后英美的话呢就直接开始进攻。然后第3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啊，说明了中东这一场战争开始外溢了。什么叫外溢呢？因为原来比利时在打的如意算盘，是在短期内3个月内的话呢，把人全部干掉，统统赶到埃及去，那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劳永逸。但是现在的话呢，里面出现的黎巴嫩有真主党，然后这个也门的话呢有胡塞组织，然后原来的哈马斯也弄不完，然后再加上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大家要了解一点，他们通通都是伊朗的什叶派教徒，也可以说是替伊朗打这个代理人战争。然后伊朗现在慢慢的开始的话呢，就慢慢正式进军，所以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都会非常不平均。大家翻一翻历史，就可以看到过去的3、5年来啊，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不管动用多大的力量，鼓动了多少人啊，都打不过这群穿着拖鞋乱丢飞弹的。不是说乱丢飞弹了，但是基本上都是无人机啊、飞弹什么，这个发展了非常大而且有效的力量。这个的话呢，让美国跟英国感觉到不晓得该怎么办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呢，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战争状态，就是说你丢的炸弹的成本远远高过它的无人机啊。好，在选举过后，是不是我们这种兵凶战危、战争感越来越浓了呢？赖清德上任哦，现在可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去到陆军官校的100年校庆啊，现在参不参加恐怕都是一个强迫的检验哦，因为国军呢，身为全台最坚持中华民国正统的团体哦，那政治光谱比起蔡英文来得更绿的赖清德，要怎么样来诠释全体军民，诠释这个心目中的中华民国，恐怕是他这个台独金孙接下来要面临到的考验。那我们这几天其实有看到一些消息哦，比方说国家级警报现在要严拟来放宽这个警报的标准，就说啊，不管目标距离多高都要告知哦。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国防部说啊，这个有安全的威胁就会来告知哦，但是是不是要让这个威胁感又加重呢？因为呢，我们看这个说是幕后的这个报道讲说是邱国正亲自出手，现在接下来解放军的海空动态示意图要有更新哦，它要更清楚的表现出来，压缩我们防空识别区以及训练空域的面积。
但是这会不会有这个作用啊？就是说加深民众更大的一个危机感，就是国防部这样的举动会不会有更深层的意义或是目的呢？那另外国防部也公布了我们对于美国采购飞弹技术支援，现在总额高达7亿多元哦。好像看起来真的这个战争感是的确在加深当中。那另外罗森伯格啊，他跟媒体的座谈也强调说，美方不支持台独。人家讲说，这番话也感觉好像是要讲给北京那边听的哦，就说，我们美国有来控管这些危险啊，或者是有让这个台独的这个味道要降到最低。所以他就说，美方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分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然后支持两岸的对话。那北京也希望美国能够管好赖清德哦。路透社有这样子的报道，说在520之前，中国大陆会对台伺机而动，因为520这个赖清德正式就职之前呢，现在中方正在密切观察美方的反应哦，并且谨慎的行事，但是呢，还是会伺机而动，这是路透社的引据这个分析人士的一个说法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联合报的社论，他提到了，现在目前看起来赖清德好像面临到的，比方说又是美国的管控啊，然后又有诺鲁断交的突袭哦，在他胜选的那一刻，两岸的凶险就已经开始升级哦，他的暴冲记录历历在目啊，现在遭到要美方出来亲自耳提面命，而且来得非常的急啊。就是等于说选完没多久，我们不用隔1-2个礼拜，隔1-2天就赶紧到台湾了。那诺鲁的突袭现在看起来只是前菜，接下来会不会来自中方，比方军事或是经济上面的反制会接踵而至哦？那我们看看。菲律宾恐怕这一回也是踩到了这个中方的线哦，因为这个小马可仕他就是祝贺赖清德当选，然后还用台湾总统这个词哦。那中国大陆也是用非常严厉的措辞，毛宁讲说啊，菲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面玩火，还要小马可仕多读书哦，所以话讲得非常的严厉哦，讲说你要正确的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感觉上面去年其实第一个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是小马可仕哦，但是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已经不是当时那种和睦的一个状态了。那菲律宾的外交部也是赶紧出来，好像灭火一般呐，因为小马可仕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哦，那菲律宾的外交部是赶快出来发声明哦，重申一中政策，就很怕这一番话会不会这个真的是玩火上身呐？那再来我们看看，这有一些专家在分析哦，说现在菲律宾的这边状况感觉比起台湾还更来的危险，恐怕会变成接下来的一个引爆点。南华早报就提到了，长期以来一直北京都反对台湾执政民进党的赖清德，而且在13号的选举已经定调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但观察家讲啊，现在菲律宾获得长期盟友美国的支持哦，当地爆发冲突的风险其实也是大增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台湾还要继续再相信美国吗？要做下一个菲律宾吗？那中方其实跟菲律宾的这目前的关系哦，因为菲律宾他们又占了几个南海的岛礁，中国大陆立刻跳出来讲说这是一个非法的侵占哦。那现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要出席西太平洋的海军论坛的一个小组啊，现在可能要控管这样的一个危机。那美方呢也有一些动作，根据美国的媒体极限新闻的报道，就在呢台湾选出一个倾向于主权而非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总统的前几天，美国就已经悄悄的在西太平洋这边部署第3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哦。那目前仅证实有提康德罗加级的飞弹巡洋舰，还有这个伊利湖号随同部署。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有人在讲说，你看到很多站出来在国际上面挺台湾的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挺台湾吗？比方说像是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哦，那他其实有来台湾，在去年访问过，而且访台的时候也都是会发表一些这个抗中的言论啊，感觉上面好像对中国大陆很强硬哦。但是有报道却指出他似乎言行不一，私底下还参加了游说行动哦，促使相关单位跟中国大陆出口国防设备呢。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有变数的，就是川普如果接下来再度入主白宫的话，那他是不是他对于台湾来讲，现在被解读说感觉好像
不是那么的友好，因为根据过去波顿曾经有出书爆料说，川普其实对于台湾特别的反感呐，他还形容台湾是原子笔的笔尖而已就是也不值一提那种弹丸之地啊。那甚至还有《华尔街日报》讲说，川普如果回到白宫的话，挺台的这个立场恐怕会动摇，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个台湾的角色该如何扮演才好呢？这个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赖清德要去面对到了这个陆军官校的100年校庆。所有黄埔毕业的学生呢，对这个100年校庆都非常重视。那不管两岸的都一样。那问题是赖清德他身为三军统帅，他一定会去。因为他去，让我们这些老的这个退伍军人可能就不去了。你站在台下向他敬礼吗？我当年就是因为陈水扁当选，我提前3年退伍。我觉得我没办法把手举起来向他敬礼，不认同。对，所以这个问题，赖清德他要做这个工作，他一定去。官校现职的官员一定欢迎他去。但是对这些退将，大概愿意去的就不多了。这个是打消这个黄埔校庆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出的重手。赖清德才不会因为他是台独精神他不去，他一定去。第二个问题啊，邱国正这种搞法，今天讲良心话，是看准了今天两岸不会爆发立即威胁的状况之下，他为了表示说我以前被攻击为不公布这个对岸的军情，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啊，你天天公布，是不是让狼来了以后大家都麻痹了？而且上一次那个警报简直是荒唐至极，卫星，我跟你讲，每个礼拜大概都有卫星从我们头上过，你要不要我们每个人手机半夜也好，清晨也好，开会也好，噼里啪啦响了，空袭来了，那以后还能把这个警报当成警报吗？这次让我们感觉到 shock 震惊的就是说，从来没有说是手机以为是地震啊，或者是山洪爆发了海啸了，这种重大的消息应该要很慎重，因为你雷达国防部养了这么多长白雷达，什么雷达，你当然可以判断出来这是卫星还是火箭，对不对？还是飞弹？那这个东西啊，防空识别区跟这个中共那个，它只是加深今天台湾仇中恨中的一个作为，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好处。那国防部养这么多情报单位，所谓何事？就是要做出一个正确的情报判断，让民众能够躲灾避难嘛。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说舆论上讲说我不公布，所以我现在公布，这是不对的。所以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严重的是，川普轻视台湾，他更容易牺牲台湾。就是说运用棋子的时候，有的手法是缓，像拜登，打一巴掌给一个糖果，两边在那里调试维持这个现况。川普上台不一定啊，他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嘛，在他眼里没有价值，必要时候做出很危险的牺牲棋子的动作是很难预料的啊。我对川普这种政治人物来讲，台湾不要高兴啊。他的这个两岸政策可是不着边际的。他只要说围堵中国大陆的趋势路线不改，台湾势必上做更惨烈的牺牲。好，请教谢老师。其实这个罗森伯格跟媒体座谈，他只有一句话就要讲，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那为什么过去蔡英文当选的时候美国没讲了，马英九当选没讲，对不对？那陈水扁到美国也没讲啊。这次不断讲，而且从美国总统开始到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民间访问团，再加上罗森伯格，不断的讲不支持台独。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对台独讲嘛，对啊，而且对台湾讲，台湾整个社会讲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总统当选了，那更重要，中国大陆已经认定这是双独组合，他已经定调了。那美国怕什么？美国怕第一个，蔡清德继续推动台独，他现在行政权在握，你不能说政府啦，那个叫美国人来讲，他就是赖清德的 administration，因为国会不在他手里嘛，所以我们以后就要是 administration 行政部门。那他怕他这样子继续往这条路的话，
那么踩过了红线的话，美国会被迫拖进一场台海的冲突里面。美国是这样子的，美国并不会说不怕，美国并不会怕冲突。可是美国人认为所有的冲突是美国人的决定，不是美国被别人拖到一场冲突里面。对，这个差别非常的大。阿扁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小布希总统啊，在白宫啊用3字经骂陈水扁，然后讲了一句话说，只能狗咬尾巴，尾巴不能咬狗。意思就是说，还讲得更清楚，他说我美国人的命要不要在哪里牺牲，是由我美国人决定。不要有任何人想要把我们美国人拖进任何一场牺牲美国人民的战争里面。这是美国总统他对他自己人民的庄严的承诺，而且他应该信守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所以他现在看到台海这个情势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人要搞台独，把两岸拖到一场战争，美国到时候怎么样？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以他现在从拜登到美国的这个高层的民间访问团、非官团，到罗森伯格就一个调子，基本上在打谁的脸？就是在打赖清德的脸，看赖清德能够撑多久。那今天他已经宣布脱离了新潮流，美国会满意吗？我觉得还有待观察。我要补充谢大使一个，刚刚他讲的完全正确。96飞弹危机，我去美国国防部开会，以为是协防台湾，结果是不准擦枪走火。然后我被邀到 Georgetown 去参加他的论坛，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花钱买国防？救护车不救死人？”这句话你听懂了吗？就说你自己去挡这个战争的灾祸，美国不会出兵。所以只鼓励我们买军售，并不给我们实质上的一个承诺。任何承诺都没有。所以谢大使有过这个经验，我也有过好几次类似的经验。就是不让你能够把美国拖进台海的战争。好，来，我们有机会参加实质上的讨论了，对美国的关系。但是美国的态度的话呢，我们用推理可以判断啊，美国基本上的话呢，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了。美国有很多事情，因为他最不愿意发生的对俄罗斯的战争，然后以色列对于加沙的这个战争，已经让他本身分身乏术。而且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就是不愿意被别人强迫的情况下带入战争嘛。所以说我这一次选举完了后呢，拜登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不支持台独嘛。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事情。然后这里面的话呢，罗森伯格来他们带来的话当中的话呢，除了和平的方式不反对片面改变的话呢，另外2点不支持台独也说过了，还有最重要的是鼓励两岸对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蔡英文两岸之间不能够对话？不能够对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有人要求一定要对等，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基本上就没有对话了。那没有对话的结果，你现在看到第二个消息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亚洲地区的形势会出现连锁反应啊，这大家要知道啊，什么叫连锁反应？因为啊，柿子总是挑软的吃啊。你现在的话，有很多国家，美国，然后那个毛宁就宣布一遍啊，然后日本啊，毛宁就宣布一遍你们的，然后新加坡就宣布了一遍，然后搞到菲律宾的时候呢，刚好大肆宣传菲律宾跟中国目前为止在仁爱礁有可能一战呐，那还得了啊，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因为美菲之间的话呢是有协防条约的，那他们自己的话呢一搞出来的这个结果，美国本身的话。这会进入他第3场，也就是满足了他说，对于美国来讲，危险人物啊，就是除了这个泽连斯基、赖清德，还有纳坦尼亚胡以外，就刚好都实现了。所以说，我们的处境目前为止是很麻烦的，大家要了解啊。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消息非常重要，这个川普在这个艾奥瓦这个州里头啊。那个声势过半啊，大家要了解啊，他基本上已经笃定有希望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川普一旦当选的时候啊，我必须要坦白讲啊，他基本上认为说美国本身的2次大战以后的政策是美国下滑衰败的原因啊，他要收回来自己的话呢，专心处理美国的事情的同时啊，他对任何事情都会有个价码，这个商人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未来啊，必须要小心。我最后要强调一下哈，我仔细看了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啊，我觉得说他不好实在是不对，因为他自己强调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那又何必呢？啊，但请大家好好想一想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光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赖清德好像不断在下修一些这个得票哦，比方说是不是年轻人的票原本从赖清德这边啊，陆陆续续都已经转向了柯文哲或是民众党这里哦，因为在选前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啊，他们一直不断在主打说抢救王义川，要来稳住绿营的一个基本盘哦。那当然，王义川他可能用这种 key 档的方式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另类的方法，可能会引起一些年轻人的话题。但是真的能够让年轻人因此而想投给民进党吗？这恐怕是打上一大问号哦。那我们看看这次大选，其实民进党的青年部国务卿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大县市哦，大跳挺台湾应援曲哦，与海鲲号宣传车这样四处的宣传，可是看起来好像不见成效。就有一些民进党的党内人士哦，直接点名青年部的主任这个阮俊达，一次把空战啊、陆战啊统统搞烂哦。本来应该要负责巩固青年票的国务卿，现在被你搞成 Lami Girls 哦，就好像像啦啦队一样哦，觉得说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而且人家又觉得不知道民进党到底在诉求什么。这个抢救王义川，就很多人不论是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看完都是满头问号，就说为什么需要抢救这个人呢？再来另外一个下猛药的是这个在海鲲号这件事情上面哦，郭喜又要下跪啊，又要哭啊，结果他哭，旁边的人还笑，忍不住笑出来哦。人家想说哇，这个下猛药到底有没有办法刺激投票呢？结果马文君还是宣布自行当选了嘛，自行宣布当选哦。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样不断的操作这个又是海鲲号，又是这种抢救王义川大兵这些事情，的确让这个民进党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转换成选票以及支持度哦。那因为你要去说服年轻人，摆在眼前的我们这个海鲲号哦，花了493亿，可是对比一下，人家日本的雷金舰哦，才145亿，人家的技术上面好像也比起我们就是还更胜一筹哦。这个你到底要怎么样说服年轻人？就是我们花的钱比较多，可是又没有人家这样子的技术，的确好像年轻人会比较不买单一点。再来，现在要面临到的就是黄曙光会不会变成未来的国防部长？已经有一些这相关的媒体开始出来这个消息哦，就说要争取绿白合吗？那这个许志杰哦就点名，他说：“黄曙光国防专业啊，内阁是可以考虑的人选，而且黄曙光是黄珊珊的胞兄，也有机会促进国会绿白合的空间。”哇，那如果说因为现在这个民众党这8席非常的关键嘛，他们到底是会跟绿的合作，还是会跟蓝的合作？现在有人在讲说，他会不会为着哥哥就变成了绿白合呢？如果绿白国会合作过半嘛，未来国民党就算想要查浅见，恐怕也会有点难以下手哦。那现在目前也有传出说，国民党也喊出有一些部分人士啊，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哦，就是不具名人士讲说，是不是可以韩昌配呢？今天也有人去问了柯文哲这个话题哦，他说，要选的人要说明哦，还有2个礼拜，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哦。他说韩国瑜加上黄国昌这个画面很难想象，他说太有趣了。那至于本人呢，这个黄国昌又怎么讲？黄国昌他说对于立法院这个正副院长一职毫无兴趣，他是予以否决的，回绝掉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赵少康提到，他说其实现在呼吁希望在野能够合作，也就是蓝白能够合作。他说如果柯文哲联手新潮流，恐怕会自毁前程。我们来听听看。既然选前这样对这个新潮流这么痛恨啊，你选后跟他合作，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你跟魔鬼共舞，那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柯文哲不会的。柯文哲如果跟新潮流合作的话，柯文哲是自毁前程。对，他说如果这个立法院长哦，应该是要让国民党来做，就是毕竟是在野来做监督嘛，才能够制衡，不然就像过去一样，来猪我们也吞啊，什么事情通通都是看着这个投票部队全部举手通过，完全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哦。所以他说应该是要让国民党来做，副院长就让给民众党哦，在立法院蓝白还是必须要合作的哟。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民进党绿营哦，他们现在也开始有点忌惮柯文哲，我就觉得说，因为柯文哲是不是4年之后会成为赖清德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呢？那他们现在开始就是往下再开始要
斩草除根哦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们说，因为现在这个民众党支持者叫小草嘛，但就有人说这个农艺女孩啊，这也是绿营的比较偏侧翼的这样的一个粉专哦。他就说有读者来函，小孩今年16岁哦，都在读高中，然后选后呢，同学跟他炫耀拿到了小草识别证，上面有大头照跟姓名哦，就像一张学生证一样。同学还说大家一起去台北玩才拿到的哟，然后还秀出来，就是用 IG 来还有 Line 来跟大家炫耀说他有小草的识别证。然后人家讲说，但这不就是党证吗？那这个党费要500块钱呢，而且是有悠游卡的党证哦，所以他们就讲说，哇，这个忍不住惊呼啊，就说哇，这个民众党啊，如同邪教一般渗透到了高中校园。这个用词不是代表本台立场，这个是农艺女孩的形容词哦，要再次声明哦。然后再来洗脑几乎没有投票权的高中生哦，那未来4年之后，这些高中生就有投票权了嘛？所以呢，柯文哲根本不是在培养这个民主小草，而是在毒害我们的国家幼苗，让这个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什么，他们觉得很紧张。现在是不是这个小草已经往下生根了，会接下来影响到赖清德4年后的这个选举呢？那也有人反过来想说，这也挺好的啊，可能是蓝营支持者吧，就想说，这个柯文哲拉绿营的年轻票啊，对于国民党来说也挺有利的啊。但是这样想是不是也有一点太过乐观哦？就是如果年轻票通通都被绿的或是浅绿或是白的拿走，真的对国民党有利吗？这也是一个问号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陈佩琪哦，他说在选后哦，有蓝营疯狂来电要打电话给柯文哲，国民党打好几次电话，柯文哲说被骗了1次，不会上第2次当了。这种人家给的私讯哦，会当众念出来，或是保姆指令要你念就念的人，若接了电话，搞不好还会被录音呢。就是话语里面有点在暗酸这个之前侯友宜念讯息这件事情啦。那柯文哲就赶紧消毒哦，就说已经跟陈佩琪说不要写这些了。他现在这个不是拒接啦，是因为平常都是助理在帮他拿手机哦。那我们对比一下，就是韩国瑜私下跟柯文哲讲什么，陈佩琪自己也有拿出来讲过啊，就说啊，这是特殊不为人知的兄弟情谊啊，所以感觉好像是不是柯文哲夫妇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之前的那个情境当中哦。那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现在赖清德好像打王一川牌、海坤牌什么都没有办法打到年轻人的心哦。因为基本上这8年，民进党的贪腐让年轻人有所感觉。因为年轻人恨的2件事情，一个是贫富不均嘛，薪水不能升高，负担越来越增加。第二个又看到你贪腐，所以年轻票这次流的最多是流到柯 P 那边去。柯 P 原来我们没有想到柯 P 能够拿到这么多票，主要是年轻票流过去，民进党的年轻票在流失。你在抢救王一川，你不就是这个证明这件事情吗？第二件事，年轻票的确是未来4年或者8年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国民党日渐守的那个盘呢是中老年人的盘，那年轻人现在少子化以后还是增加，可是老年人会慢慢走。那现在是民进党跟民众党2个在抢年轻票，对国民党来讲也不是好事。为什么柯 P 现在又让陈佩琪不要再去跟国民党闹翻呢？因为民主党今天扮演的角色叫做尾巴咬狗，他虽然只有8票，可是可以掌握到立法院里面投票哪一方，他投在哪一方，哪一方就胜嘛。所以这个问题，当然他2边的势力都要利用，他现在也不便跟国民党完全破脸，但是暗中呢，他又会拉拢民进党。这话怎么说呢？民众党到现在毕竟是个小党，他要有所支援的话，必须要从民进党那边去挖一点来，那就是跟民进党合作的趋势绝对不会停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又利用国民党来胁迫民进党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玩这个把戏跟国际上玩的把戏是一模一样。一个小国家一并且2大国之间呢，左右平衡的来搞。民主党今天这个形势啊，就是标准这种形式。有的时候呢，挺一下国民党，刺激一下民进党；有的时候挺民进党，压一下国民党。那中获利的是他，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是2个大党，都有相当的资源跟组织。民众党现在缺的是人才，缺的是资源，缺的是，但是他有利的是年轻的。所以当年民进党不讲要党政军退出校园吗？对，其实民进党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从课纲的改变
就影响了年轻人，连历史也忘记了，自己国家的意志也忘记了。那民众党看到这件事情，他也搞什么小草运动，他连高中生都不放过，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很明显的，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为了你们两个政党的选票，接受了一些不该接受的知识跟认知，将来这个国家的前途真的很危险。对，所以我讲国民党要看清楚这一点，民众党在这4年里面一定是想办法把自己羽翼能够丰满。羽翼丰满的时候，跟你国民党、民进党之间的交互、中横操作，我们从选前看柯 P 的操作就很清楚嘛。陈佩琪还讲说，不要第2次受骗，到底是你受骗了，还是国民党受骗？签的字都可以不承认。今天凭良心讲，柯 P 他的长处口才很好，让年轻人很容易吸收他那一套。但是问题，我们的国家这一次已经斗得一塌糊涂，下次4年还斗吗？那还是三咖多啊。将军，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哦，因为现在这个国防方面呢，我们也想请教将军，如果黄树光真的当这个国防部长，会不会有可能未来就是因为有黄珊珊在国会哦，变成一个绿白合作？那浅见我们恐怕也很难很糟糕的。你想想看，我们493亿可以买日本的船3条啊。日本船的技术远超于我们这个8国联军做出来的潜舰，到今天还没办法下水，你的造价是人家的3倍。我请问黄曙光，他当然要把这个案子继续走下去，要不然割席出来跪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当事人嘛。从这几年的建军历史看，我们海军被骗的还不够吗？从拉法叶死掉了一个，对不对？这个猎雷舰。连个船坞都没见到，钱拿走了。今天搞个潜舰乌龙，3倍的价钱买一个能不能打仗的潜舰，我深表怀疑啊。老共的潜舰，美国的潜舰远超过我们很多啊，你连日本潜舰都比不上，但是你的造价还是日本的3倍啊。冤大头是这样干的吗？好，来请教介老师。对，马文君事实上他会当选连任啊，那。我想跟他这个在立法院里面勇于揭发这个潜舰弊案是有关的。我们就讲他这个南投第1选区来讲的话，这个投票选民人数186220这个当然这个投票率并不是所有人都去投票，可是你看他的得票第1高票，他获得了将近7万票，他得了68890票。那第一高票，他在选举当天开票1个半小时后，他就自行宣布当选，因为领先的比例大。他第2名呢，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叫蔡明轩，他最后只拿了5万票，所以几乎是差了大概2万票左右，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悬殊的比例。那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小党的最高的小党得票，劳动党也不过得了3000多票。所以在这场选战里是一个悬殊的一个比数，也就是说，这个南投的选民借着选票还给马文君一个公道。你看，在整个这个马文君揭发这个潜舰弊案的时候，民进党用什么方法来抹黑他？说他什么勾结对岸勾结外国中间还要去抄录所谓的这个机密资料，把它形容成好像一个。出卖台湾利益的一个立法委员，然后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斗争方式欲置之这个马文君的政治生命于死地那个出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最后选举的时候，你看看台湾的选民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待遇也就是民进党为什么蔡英文跟赖清德中间差了200多万票最后台湾的政治情势变成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多数人要去服从那少数人对，这个是台湾选举后以后现在这个情况6成的人要去服从那4成人做的决定。你说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民主吗？如果这样的方式走下去，这个是符合民主原则吗？那为什么马文君被这个民进党点名批判的最明显一个国民党的议员，他最后高票当选，然后呢？选举开票1个半小时自行宣布当选，这就是社会还是自有它的公理跟正义你这种靠政治机器不断的在那边干嘛？在那边操弄，
在那边抹黑政治斗争是没有办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啦。所以马文君的例子，我觉得就是说啊，给新科的立委啊，都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就是说啊，勇往直前，择善固执。那么打贪反腐，千万不要手软。你要像马文君这样有勇气，有道德勇气，有这个直接的道德的标准啊，那个才会得到选民最后的支持。好，来请教苑老师。我必须强调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都跟年轻人在一起这1年多来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台大学生说他是支持民进党的。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请大家搞清楚这个是我讲话要负责任，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你跟上课的时候偶尔提到说有人抹黑大陆，说大陆的高铁座位没有背椅就是王一川嘛，对，就王一川，对不对？那个学生讲的话呢，全部哄堂大笑，大家指的就是说好像是脑袋有问题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就叫王一川，后来一看这个人照片，这个照片长的样子我真搞不清楚，好像是一个吃得很饱的鸡头那个样子。他当时讲话就是讲的语无伦次，我有一次所以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当时我乍看了这个消息，这个愣住了，为什么呢？因为王一川基本上的话是就年轻人的票房毒药，因为年轻人现在是非常非常独立自主做判断的，就是连我家里都不例外了那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于立法院院长我觉得呢。这个说法对黄珊珊不是很公平。黄珊珊有哥哥，他哥哥当大官当大将军，这个是我们旁边有将军帅将军有讲法我基本上的话呢，也算是半个军人子弟我对将军很尊重的。我认为的话呢，黄曙光有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就是完全是靠他的专业升上这个将军。但是大家就是说讲到黄珊珊，因为这个叫做什么许志杰把这个话直接说出来，其实我坦白讲，黄珊珊应该抗议的，你知道，这对他是一种侮辱因为他自己的话呢，本身会强调说，这个于公跟于私要分开的嘛，你要不能够大家都动不动就比捕风遮影说你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说你自己要维持一定的操守。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这国家的选举有制度有问题我们听说过很多人，法国也一样各国一样像阿根廷一样，就是说一定要2轮选举要产生多数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刚刚我们介绍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们60%人要被40%人就是说选出来的代表来统治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请大家注意尤英龙讲说，那个蔡英文任内的时候，他那种政务官的直接就是用的人话可以到达7000人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有少部分有这么大权力，这个制度真的有问题让我们回来这个环境下非常痛苦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别急着，我把这个话讲完就是柯文哲的本身的话呢，他自己要注意他各方面来讲，这个年轻人支持柯文哲，我跟你讲，我这是做了观察，包含我自己家里内那个热情真的是无限。但是柯文哲本身他是真的能够做事的人，但是他也是乱讲话的人。他讲了非常多的话，所以你看这一次他跟陈佩琪的交话，他就注意到讲话不能乱讲，你知道？因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话很过瘾。我们这个教育本身来讲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不过我会觉得说，柯文哲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这一次真的是爆发出来，让很多人想不到的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